你们照样经营，我只看账本。以后每个月我会安排会计来做账。应该的。几位本家亲戚来领份薪水，职位你看着安排了，跟着采美学习就行了。好。酒家不养闲人，戏班子也该搬走了吧？贤太太，您之前不是还要投资戏班子呢吗？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风头正劲的梁红玉，现在可是挂着催命符的，住在咱们酒家，是个祸害。我会带着戏班子离开。这段时间也谢谢各位师傅的照应了。哎，立夏，你还是找到住处再走吧。你说了算呢。下一秒日本人来抓他，连累了酒家，你来担这个责任？二哥，阿威，你怎么来了？阿威，黄师傅。太好了，你回来。我跟我大哥一起回来的。对了，大哥在门口，快去看看。这位是陈卫厨师吧？果然是年少有为。哦，这是东家显先生的遗孀。东家被日本人炸死了。陈师傅，有你回来坐镇，我对广州大酒家更有信心了。显先生在世的时候，经常在我面前夸你。东家是我的恩人，日后显太有需要我陈威的地方，您尽管吩咐我。姐，你们先聊，我找他有事说。哎。沈明我转移一批文化人离开香港，你也负责转移其中的3个人，有问题吗？那立夏呢？他在第1批的名单里，但他拒绝了，说是离不开戏班子。哥，我不能跟你们走，我走了戏班子就散了，师傅和干爹的心血也就白费了。那就一起走。这很难吧？难也要做，我跟你二哥想办法。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妹妹的照顾，我跟我弟弟敬大家一杯。哎，好。哎呀，都请坐吧。我也不瞒大家，这次我跟我弟弟来呢，是想带我妹妹还有整个戏班都回广州，一共15个人，需要的证件多。我想打听一下，香港有没有黑市？在黑市买证件的话会很贵。大哥，我们戏班子已经没钱了。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只要有人做这门买卖就行。山哥兄，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要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你毕竟是生人，我怕他们欺生。我不算脸生，我和你一起。好，那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回头把钱给我弟弟。我这次带来的都是硬通货，是小面额的港币。啊，孝文这里都熟，一定要帮山河谈个好折扣。那没问题。来吧，吃。来。
他们3个发疟疾掉队了，只好由你单独护送，行吗？我带他们混进戏班一起走。好。还有，你大哥，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一些。黑市上说，你大哥的那个证件来头很大，发证的防疫给水部队非常神秘，上级一直在调查。他是怎么拿到的这个证件？他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我们都不确定。我大哥他怎么可能出卖我跟我小妹呢？可他如果真的是汉奸，你该怎么办？我会听从组织的安排。走吧。宪兵队抽调各地警力围堵香港，我给你争取来了。如果能抓到中共偷运出去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我定会为你请功。放心，我会坚守住我的关卡。你先行出发，我会巡视各个关卡，希望能得到你的好消息。好，行。跟上来呀！快点，快点！哎，这里窄，小心一点啊！让大家休息会儿吧。我来帮你拎来。都休息一会儿吧。翻过这座山，咱们就到了。好的。好，先坐一下。慢点，都慢点，休息呢。你带那几个人都什么人？他们是我生意上的朋友。让大家再休息一下。行，辛苦了。那你嘱咐一句，别连累大家伙。放心吧，大哥，这是他们求到我头上了，我实在没有办法。行。上级送来这本书，从下次通信起启用新密码。日军发现我们有新电台了，会加强搜捕。你要保证电台和密码的安全。这本书其实不重要，定期更换，被人发现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查阅密码的方式，都在我脑子里。必须万无一失。我已经把查阅密码的方式拆散了，编进了一份菜单里。如果我出事了，换一个电报员也能迅速接手，不会丢失密码的。什么菜单？是我和程文一起编的一份菜单。如果我出事了，找他拿，让他把不属于菜单的字圈出来，就是查阅密码的方式。那如果菜单落入别人手里呢？这份菜单是我们俩精心推敲过的，我额外编进去的字，只有他能看出来。哎呀，真是不枉我连夜跑了100多里的山路啊！啊，抓了这么多条大鱼，还有陈家3兄妹。哎，你们也是难得凑在一起吧？久违了。黄局长，什么事儿啊？受省政府委派，全省联合行动，抓捕从香港被中共偷运出来的文化人。你可不能开这玩笑啊！这都是戏班子里的人，你看这有花名册，而且都在八合会馆备过案的。你少跟我来这套，什么证件呀、花名册呀，对你陈山河来说是难事吗？你们兄弟2人也在花名册里吧？你们2个什么时候成戏班子的人了？这不是我们兄弟俩担心小妹一个人，她带不了这么多人嘛。陈家老二，他是做什么的？我是开戏师爷。没问你。人家不都说了吗？开戏师爷。他编过什么戏呀？梁红玉，我们戏班这1年多只演过这一出戏。
梁红玉，挂了号的抗日系。你跟我走，咱们聊聊吧。邝局长，我妹妹她不懂事儿。她不懂事儿，她比你懂事儿多了。别看你这个三妹瘦瘦小小、弱不禁风的样子，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红玉，资深的抗日分子，同时也是这次中共从香港偷运出来的重要文化人。退后，局长，咱都是老熟人。退后！这实在不行，我把他们带回香港还不行吗？今天谁都走不了。陈立夏，你出来！你别动！邝局长，还是你这个关卡成绩好啊，抓了这么多人。袁主任，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哦，情况是这样的，Summer 姐，好久不见。你们这是？回广州。证件都有。嗯。没有夹带外人吧？都是戏班的人，认识好多年了。我两个哥哥你也都认识吧？其实我们执法呢，还是以人为本。大哥、二哥都在，挺好的。邝局长嫉恶如仇，按说呢，我是应该支持。不过看到你嘛，我觉得还是得给你点面子，要不打我的车回去。那太好了，小妹啊，这一路颠簸还受了些风寒，要不然就搭阮主任的顺风车。还有这戏班的这些人，当然了，我也希望以后能常听到你的戏。欠你的人情我会还。不重要。邝局长，啊，聊两句。到了广州，你去南路药房，我带着这些人跟你会合。把这些人先带回去，咱们回警局再聊。是这样，邝局长，与其就抓这几个文化人，不如顺藤摸瓜，把中共地下党在广州的人全都揪出来。那这么说，阮主任已经知道这里边谁是文化人了？都有可能。嗨，那您的Summer姐不重要，不管她是不是，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逃不出您的手，明白了，明白。收队，备枪，向左向右转，跑步走。爸爸妈妈，我们兄妹又回到一起了。我不管他们谁对谁错，都是我的好哥哥。求你们保佑我们，永远不分开。行了，上楼冲个凉，赶紧睡吧。戏班子里的人就暂时住在南路药房的仓库里边。至于以后怎么办，睡个好觉，睡足了再想。二哥他没事儿吧？他救出来那3个人就是要逃出来的文化人，你不应该责怪他。哟，那你这是在责怪我吗？大哥，我去睡觉了，帮我把行李拿上来。
你回来了。我去看了二哥，他跟谭伯伯的女儿开了一家照相馆，你知道吗？嗯，照相师是谭伯伯的女儿，叫谭淼淼，长得还挺好看的。她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你喜欢就好。哥，我记得爸爸妈妈出事那天，你也在给我们拍照，二哥也要拍。他从小都不听你的，我们从小都分开，好不容易相聚了，你就让着他一点嘛。你是不是也这么跟他说的？他怎么打你的？他也没说什么。他说了什么，我猜都能猜得出来。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小梅啊，你就比方说这些遗书，三国有喜看上了，动用新兵队连抢带夺，那我眼瞅着他把这些遗书给弄到日本去，咱们打也打不过，抢也抢不来，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说，你得找专业的人把这些个遗书给誊抄一遍，字迹公正，格式统一，查漏不缺，然后再写上他的名字，珍藏起来，他就答应了。那然后呢？然后，这些个遗书秘方的原本就到了我手里头，我再把它存到洋人的保险柜里边。你不会眼睁睁看着老祖宗的好东西给他们抢走？你一定是有意抄错了什么，对不对？三国有喜虽然不是行家，但他可以找行家，不能故意抄错，他之后一定会核对。那怎么办呢？我呢，就在这墨汁里动一些手脚，字迹会越来越淡，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变成白纸。就算变不成白纸，它也不是完整的。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医书，我们得留下来供后人查阅，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能丢。小妹，用药讲究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之别，要审时度势，对症下药。病情凶险时，不可一味用猛药，否则去了病，也丢了命。可是二哥说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何为玉？何为瓦？从本质上讲，这玉呀，它也就是一种矿石，对吗？雕琢好了可供赏玩。砖瓦虽然是泥巴做的，看着不起眼，可是小妹你瞧一瞧，就我们这个屋子，那也是一砖一瓦盖出来的，万里长城那也是一砖一砖垒出来的。在战争面前，你是愿意做一块玉供人赏玩呢，还是愿意做这砖瓦遮挡风雨，抵御外敌呢？大哥和二哥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陈立夏不知道该听谁的，他只知道两个哥哥在这乱世之中都有正义，有担当。是的，我卖这个价格不是因为我想要很多钱，是因为我欠了各方面很多钱，我不能没有良心就这样跑了。
我只留一张船票的钱，就像4年前来这里，我也只有一张船票的钱啊。你干了4年，连一张船票钱都没赚到啊！啊，そうなんですよ。我也很烦，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对自己的厨艺很有自信啊，在日本我也很有名气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赚不到钱。其实你做菜还行啊。本当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但是我想早一点回日本。当然我也很用心经营这个饭店的，我花钱修这个房子，去年下很大的雨，我花了很多钱修这个房顶，到现在还没还清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这个大酒家是你们抢过来的？你要是想走的话，拿着行李不就回去了吗？你们当初过来的时候不也什么都没带吗？啊？我当初把广州大酒家交给你们的时候，是不是说过，这个地儿你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等有一天我们的东家回来了，这个广州大酒家要原封不动的还给我们东家。我今天就是来代表我们的东家跟你们谈判的。该怎么说呢？但是我行了，你的诉求我都了解了，不就是后期的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费用吗？对吧？还有你们欠下的债，一张船票，如果这些我们都答应你，是不是可以马上把广州大酒家还给我们？但是我有最后一个请求，我想和你最后有一场比赛。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说看。这场比赛不能公开，它只属于你我2个厨师之间的较量。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了。我们这次回来是带够了买酒楼的钱的。黄师傅此言差矣，这怎么能叫节外生枝呢？啊，阿伟，必须比，绝不能便宜小泽那帮日本人。谭先生，你们跟日本人比，日本人怎么可能让我们赢啊？师傅，所以我们要商量一个比试的办法嘛。对呀，我可以帮阿伟设计菜单呀，既能展现阿伟的厨艺，又能体现我们粤菜的特点，来，还不能让日本人做手脚，这不就完了吗？你有什么想法？要不从我们的菜单上选？什么意思？这是我和陈蔚的一个共同爱好。我们把粤菜的菜式都写出来了，从凉菜到热菜，从点心到糖水，但是呢还没有起名字，所以叫我们的菜单。阿伟，你们的菜单？喝酒呗。不是，这都没有我了。我去哪儿了？来，敬你们的菜单。你刚才为什么要跟他们说我们2个菜单是临时的？应该是永远。那你能记住吗？每一个字。真的。这份菜单里面凝结了我们2个所有的心血，我当然不会忘记。阿伟，你要记住，
每个字都要记住。私に審判をしてもらいたい。あ、はい。中国人と試合をするので、その場に本国の方がいないとかなり不安なんです。安心しな。私はこの試合を止めます。いや、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なく、自分には自信を持ってますので、どうしてもこの試合を勝ちたいんです。ただし、この試合は公平であることを望んでいます。秘書の自信がありますか？はい、あります。自分はここ数年、広東料理のコツを極めながら、日中両国の優れたところを把握したので、自分の腕は彼に劣らないと信じています。いや、日本人は負けちゃダメ。はい、絶対に負けません。万全を期すのだ。等一下，为什么来这里？我们回去比试啊。其实我们两个不需要比试了。你的厨艺我试过了，很有特色。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你的生意失败其实跟你的厨艺没有任何的关系吗？那和什么有关系啊？因为老百姓不喜欢吃。为什么不喜欢吃啊？你们是拿着刀和枪打开了大门进来做生意。蛇是心之鸟，民心所向。你认为他们想要愿意吃吗？你生意失败破产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你是亲历者。違いますよ，我不是，我是一名厨师。那我们的广州大酒家又怎么成为你们的日料店呢？我相信有朝一日，等我们把你们日本人全部赶出中国的时候，到时候我非常欢迎你过来开店，说不定我也会去日本。我们可以喝上一杯。那你的厨艺究竟怎么样？其实都到这个时候了，我的厨艺怎么样不重要。你临行前，我送你一道菜。我都已经好久没有下厨了，你试一下。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如果说我略胜一筹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窍门：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做人
还是做事儿最讲究3点：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敢为天下先。做菜也是一样。どうして？なんでサインをしたんだ？そうだよ。全然わからねえ啊，出来了，出来了。哎，他怎么画押了？啊？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古泽は？赶紧拍下来。 4年前にこの母音をしてからずっと何かを背負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それは日本に行った時の名声とこの国で活躍したい、さらに料理の鉄人になりたいという希望から来た威圧感です。今日は本物の料理の鉄人の前で俺はこの威圧感から解放されたんだ。中国有句话：朝晚到，夕死可以。我现在真的很满足。何やってんだ。みんなは料理を見ていないんだぞ。不必了，我看了他做的菜。 我也吃过了他做的菜，我现在已经没有了拿起主导的勇气，但我对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我真的心服口服。 阿卫，阿卫，你迎回广州大酒家的事上报纸了，民心所向，大涨了咱们老百姓的士气啊！真是好样的，好样的！厉害啊！当然。行啊你，真厉害。阿伟，我向往的，真的不是去哪个酒家，吃哪道菜。我向往的是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阿威，我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每次我洗你衣服的时候都会缝一颗新扣子上去啊？万一那天我不幸被捕的时候，我可以不用那么难受。我回来做这张桌子已经很多天了，寸功未立，这样下去位子不保啊。邝局，出什么事儿了？昨天去宪兵队开会，阮非洲对局里边人浮于事颇有微词，对广州的治安也不满意。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觉得他就是没事儿找事儿，要不就撤销休假。我们三班倒，给他执勤。问题在于阮非洲的手已经插到警察局里来了，局里的人有人想坐我的位置。邝局，我对您忠心耿耿，您要是不信，就一枪崩了我。我信你。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是。还有就是该收网了，再不收就晚了。按照您之前的指示，我已经摸清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实力，只是还没有找到他们最重要的那个电台。唉，所以暂时没有惊动他们。不等了，收。你们这些走狗！卖国贼！我今天就跟你们拼了！来呀，跟你们拼了！陈家老二，你也在这儿啊？邝局长这么兴师动众，搞什么呀？搜。是。可惜了，亲本家人，奈何做贼。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是什么人？说呀！说。我叫谭苗苗。你是共产党？你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是赤色分子，后来搞学生运动被开除，去了北平，还继续搞学生运动，再后来你又去了延安，我没说错吧？是，我是去延安了，混不下去了，回来了。你的任务是什么？没有任务，我在家混我爸的饭吃都不可以吗？你是共产党的发报员。你的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藏在晾衣架里的电线，暗格里的发报机，人赃俱获，你还不说？带进来！说！对不起，他们打得太厉害了，我没办法，我都说了。说，我不认识他。嘴真硬啊！白下了这么好的脸蛋儿。接着打！找我什么事啊？我那个不省心的弟弟，是不是去找过你了？说你的事。你胃不好，喝碗暖的。要都像你这样，知冷暖懂分寸，我的工作就更好开展了。我会尽力做到。我那个弟弟，我也努力让他做到。还有什么人你希望他做到的，我也可以帮忙。你现在这么乖啊，我都想摸摸你的头了。哎，你给我叫两声听听。你真想听？我还真能叫。在古代，这鸡鸣狗盗之辈也是有作用的嘛。你的事没得商量，这件事情跟共产党有关系，我帮不了你。是要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吗？我职责所在。凭邝局长这一席话，我就得敬你一杯。你说过你不是汉奸，你回来是因为这里是你的广州。豪气云天，听得我陈某是振聋发聩。你还少拿话激我。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先干为敬。
不懂，怎么才能让邝局长高抬贵手？你不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替共产党说情。我忘了，你父母就是共产党，你想子承父业？我是诚心诚意的请教邝局长，怎么才能高抬贵手？我最讨厌你这个样子。在你心里边，是不是觉得一切都能拿钱给收买了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拿钱你就能收买我呀？我和你说句实话吧，我也快没钱了。香港肯定是要封锁一阵子，西药进不来，再有关系也没有用。今天我能拿出来的钱有一半那是三国有喜的，我把这小子给坑了，想拿日本人压我。我的意思是说，你只要敢拿我这个钱，就等于是坑了日本人的钱，这不也算是抗日行为吗？将来你在重庆说出来，那任谁不得挑个大拇哥，夸一句英雄啊！那个女的不能放，她是共产党。现在不已经是国共合作了吗？信国信共不都是抗日？我不懂政治啊，但中药你也是懂的。君臣佐使，它讲究的就是个配伍啊。我在共产党那儿没退路，我不求他们感激我。那退一万步讲，将来要是真的山穷水尽了，你只有手里有了钱才能走遍天下呀。世界那么大，你可以去南洋、伦敦、旧金山，只要到了有唐人街的地方，做个富家翁不好吗？4天之后，谭石头来领人。谢邝局长恩典。谢。钱呢？钱今天晚上我就会送到府上，其他的股权折现还得需要几天，反正4天后交钱交人。狐狸，看好你那个弟弟，别让他出来再惹事了。遵命。就为这广州的美食，我回来也值了。我回来是保护美好的东西，也包括你。冬瓜中放水灯了，芥兰应该连夜用糖酒炒。先炒后炒是香港厨师的做法，好看不好吃。跟你父亲学的吧？原来呢，我也是看着他的食评，才去找东西吃。后来发现，他是收了钱才替人写稿子，靠不住。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不会用电台。一个有良知的普通老百姓。面对日寇侵略，我做点有良知的事情，我何罪之有？抗日无罪。不久前我也是抗日队伍的一份子。如果你只是抗日，我不会为难你。日本人惹了英国人和美国人，早晚会被赶出去。那个时候，这个国家需要人才来建设。我之所以到现在都不杀你，
是对你起了惜才之心，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告诉我，我保证你前程似锦。我饿了。会吃。会用这种法子自杀，你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你还真是个人才。看来我得找个人劝劝你了。邝局，什么来到？爸爸，苗苗，苗苗，你，苗苗，你没事吧？跟我爸爸没关系，放他走。可以，把密码本交出来。我不知道什么密码本。天天守着电报机，不知道密码本。唐老板，好好劝劝你闺女，让她把东西交出来，你们都可以回家。爸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孩子，不用对不起，爸爸知道，爸爸知道你们的生意很重要。如果你爸爸因为你而死，你的生意还重要吗？中国人要讲孝道。苗苗，别听他的，他不敢。爸爸不怕，爸爸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说过最硬气的话，爸爸还有一个最好的女儿，所以。闹革命不是闹着玩儿，
真会出人命。这份手写的菜单，就是密码本吧？你的小情人是共产党的发报员，这件事情已经是确定无疑了。至于你，我现在拿不准。咱们两个相识一场，到时候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你要跟我说实话。这样吧，只要把密码本交给我，我放你们两个离开。我要钱的。哎，想吃你做的菜，要好吃，要有历史感，要有新意，还要纯粹。为什么我每次洗了衣服，你都会缝一颗新扣子上去？
万一那天我不幸被捕的时候，我可以不用那么难受。我累了，照顾好你自己。由于证据不足，加上陈山河的营救，陈卫被暂时释放。
这个给我，小心点。你非要到这儿来，我也拦不住。你长大了，但是眼下这时局，其实你到了哪儿都一样。我只劝你一句话：别常添麻烦的戏。养活一个戏班子已经不容易了。放心吧，哥。行，我放心。不走了啊。嗯。此次破获中共电台，剿灭匪首孙雨婷等7人，是我警察局近年戮力剿共之成效，并且感化落网人员1名，当场予以释放。蔡汉民遇刺，凶手跑了。这么多人跟着没抓住啊？太突然，一枪狙死的。是陈伟吧？真没看清。邝局，为什么怀疑他呀？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陈伟。他刚从香港回来，中共的电台就恢复了，他又和那个电报员谭淼淼住在一起，还突然间有了身手。10几个人设伏抓捕他1个人，我怀疑他在香港的这几个月，他受到了严格的训练。那咱不该放他出来啊！谭淼淼的嘴都撬不开，何况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接下来怎么办？派明暗2班人跟着他。是。山河，你营救出来的医师和药师组织上了。给予了肯定，但是你收了那么多的药方，你不生产药，恐怕会引起三国有喜的怀疑。如果我们南路药房来生产的话，一是人手不够，二来呢，恐怕会暴露。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扩大生产，把那些人都收到你的名下。哎。这个办法好啊，既保住了工厂和药铺，又保住了药工，对，而且还有提成拿，还不能少拿，也好，有钱赚，三国有喜就不会怀疑。你说的对，不过我还有一事，我们发现广州出现了瘟疫，各医馆、各大医院都束手无策。第一个病人呢是从香港回来的，到家后就发病了，结果呢就死在医院里。紧接着家人、亲戚朋友都相继发病了，有的死了，有的还在抢救。这么严重？是啊，但伪政府什么都不做。伪政府竭力在掩盖真相，封锁消息，暗地里也用了很多抗毒解毒的方子，可是不起作用啊。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哎呀，我们发现难民营啊，有很多日本防疫给水部队的军医，上级怀疑啊，他们是在搞细菌试验。现在啊，想通过你跟三国有喜的关系，进到里面去查一查。防疫给水部把谭石头收了，做检疫所。香港回来的难民先得在这儿检疫，城里抓的不顺眼的也关在这儿。看看吧，来吧，瞅一眼啊，药都在这儿了，清点一下，没啥事儿的话就赶紧给钱吧。
比较易碎啊，都慢点啊。干了！哎，干什么？这把枪都放下，这自己人啊！怎么回事啊？吓咱们俩呢？我琢磨着，这不是难民吗？啊，怎么没见着难民？看他们干啥呀？啊，要个用上就完了呗。咱们来都来了，我想着能不能再捞几个赚钱的人。太捞！你之前要那些人，我不都给你放了吗？我看那上面有岗哨，应该在那里边。你带我去看看。你好奇心那么重。这看着了吧？啊，靠这口，这血都哗的，你说说。这有啥想法呀？说说吧。咱们蜜蜂是拿来不少，可是单靠一家工厂生产不过来，咱没有那么多人手，也不能那么说，人是有，招不来呀，也指望不上你那些日本同行。看着这钱你赚不着，你心里头着急不是吗？我就想着呀，能不能捞出那几个老板，让他们恢复生产，这样的话，咱们一举多得。啥意思？还得往外捞？咱们招不着人，他们有人呢。你让他们恢复生产啊，咱们提成就完了呗。不是，那人家又不傻，你这空手套白狼的事儿，你提成高了人家也不能干，提成少了，咱咋立威呀？你就告诉我，你想要多少提成8个。20，我看你才傻呢，这就不少，至少这个数，这行吗？我来谈。小老板30。你们说的陈山河到底什么意思呀？秘方他拿走了，按理说南路药房也有能力生产。可是我们工厂留下了，药铺留下了，药工也留下了，只拿30%的提成。你们说这陈山河到底是不是汉奸呀？如果不是陈山河，真的很难活得下来。陈山河如果是汉奸，自有天谴。啊，就在那边。先生是想用30年的陈皮入菜，30年陈皮，我自己带。接到上级命令，我没有想到是你，我也没有想到枪后是你。收了。上级有什么指示？上级接到情报，判断有日军在研制细菌。派我们来寻机销毁。需要我做什么？我们先要混进潭石头难民检疫所。我来想办法。好。早く降りろ！急げ！喂！急げ！别说话，小心点啊！行け！早く行け！行け！閉めろ！
大伙都过来，都过来，哎，都过来。大家不用太担心，他们并没有当场抓到我们唱抗战戏，所以才会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这里是收容香港难民的检疫所，所以我们一定还能再出去的。但是我听说这里非常容易生病，生病了就会被带走，而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那我们怎么办？是啊，要自救，把大家带来的药都搜集起来，统一发放。另外，绝对不能喝生水。这是最近5天监视陈薇的记录。昨天陈卫走出后厨，到前厅见了一位客人。这个客人是谁啊？陈卫是什么原因去见他？都没有记录。这种记录有什么用啊？我的错，我们一定改进。马上去查，查这个人到底是谁。邝局，这人有问题啊！陈卫不会轻易从后厨走到前厅去见什么客人。这个人自负、冷傲，不会在乎客人对他饭菜的评价。这个客人有问题。啥子洗脑呀？哪个洗脑？喂，你走开！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炸掉细菌库。这些手雷是我们的同志冒着风险送进来的，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使命，万不得已牺牲我们自己，也要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宪兵队说吗？我带您去看一场戏。人到齐了。这个粥的温度也合适了，趁热喝。金政委，我记得当年我就跟你说过，一定要请你尝一尝广州最正宗的艇仔粥。我跟你讲啊，这家的粥最正宗。你怎么知道我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了。我说过，广州是我的广州，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金政委，不管怎么说，咱们2个人在一个战壕里战斗过，算是有一分兄弟情。今天我诚心的邀请你来跟着我干，我给你一个副局长。没错，金师哥，弃暗投明，善莫大焉。说得好极了，
弃暗投明。美国人已经开始轰炸了，昨天炸了天河机场，美国人的炸弹比日本人的要大，哎，就那个弹坑有半个球场那么大。这个我知道。美国人的武器比日本人的厉害，日本人长不了。